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是如何快速学会一项东西或者一个领域或一件事情的。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不时就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你学东西比较快，就交给你做，其实听起来不是很舒服。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可能我学东西是用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去学会一个东西的。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边做边学。其实如果你回想你在人生的工作的过程中，虽然雇主都会要求要看你的资历，但是你大多数的工作的技能都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边做边学，做中学完成的。有一个频道主叫做老胡，他是在 YouTube 里面讲油管经营的，我时常会收看他的频道。老胡用了一句话更传神的传达刚刚我们讲的那种学习的概念，叫做按需学习。只要依照你当下的需要去学习你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买一堂课，然后从第一课上到第10课你才可以学会一个东西，你只要去找你当下最需要的东西去学就好了。而我个人是非常推崇这种学习的方法。我讲一个故事，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有第二大脑的这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是在近几年有各式各样的 App， 可是在那个时候相关的软体的成熟度并不高，更像是用一个像 Outlook 啊、行事历或者是笔记本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功能的软体的逻辑在市面上。那个时候我就常常跟朋友或同事推广这个第二大脑的概念。我在那个时候把它应用在我的游戏客服的工作上。那时候我们的游戏客服，你一个人需要了解你这间公司所有推出的游戏。那当时我是在一个还算比较有一定知名度的游戏公司，当时我们一个人就至少要处理大约有20款游戏的游戏客服，因为打电话进来的人他是任何一项游戏的玩家，所以他问你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游戏出现故障的情况，就会有更多的来电的电话。那个时候我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我利用这个第二大脑的软体，先去建构一个游戏更新的一个资料的系统给自己看的。我只要玩家打电话进来，我就可以随时查阅我的资料，我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找这一个游戏的官方网站在哪里，然后进去看它最新的活动在哪里，我事前都找好，并且汇整在我的资料库，我就可以当他打电话进来在讲问题的时候，我请他稍等的这一小段时间，就可以立刻找到网站，立刻资讯正确的传递给这一个玩家。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许别的同事需要花1分钟，我可能只需要花40秒就可以解决这个玩家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会有大量的电话会进线，我们的同事呢，他们都是用一个笔记本，或者是用 A4 纸，用一个夹子夹起来，今天这一通电话打进来就画一个格子，是第1通、第2通、第3通，因为我们会留下这个来电者的姓氏、电话，还有他反映的问题。那当时我就在我的这个 App 软体设定一个快捷键，当我接到一通电话，我马上启动这个快捷键的时候，我就可以立刻输入这个玩家的问题。当他讲完的时候，我就问题已经打了差不多了，我可以在电话结束之后，就为我这一通电话做一个分类，它是某一个游戏的问题，它是某一个断线的问题。我事后再回顾的时候，就很像在看你的行程表一样，你看到你所有的电话进线的所有的记录，然后每一通电话花了多少时间，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从颜色去看到故障的分布。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管问我说，今天你接到几通关于某一个游戏的故障障碍的电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立刻的回答他。也因此当时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去管理我的工作之后，我那一年呢担任客服，拿到了所谓的品质优良、新人王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的殊荣。也因此也影响到我后来职场上的各个工作，我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式，有条理的将我的工作能够管理的更完善。例如说我们到一间新的公司，可能有10个不同的管理网站的系统，我能够透过一个管理的方式，随时启动我需要开的所有的网站，并且记忆它里面所有的密码，而不是一本笔记本，或者是靠我的最爱，或者靠书签列来管理这些东西。它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先完成再修正。你先把这件事情先做出一个雏形，有头有尾有中间，先把它做好之后，你再去慢慢调整每一个精细的地方，而不是永远都卡在最前段。这个最前段遇到一个问题你就卡住了，你事情又没有办法完成。不管你学什么东西，要能够学成，都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你必须是要为了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解决你需要处理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学的东西它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效果，你也很难坚持下去。例如说你说你要去学英文，如果你没有需要出国，没有需要到国外去工作，你就只是单纯想要学好英文，
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些人他去学习英文或者学习什么，他会有一个目标叫做考证照。可是这个问题也是，当他考完了证照之后，他没有应用的场景，最后这个英文还是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你要学英文，你应该要看你现在学英文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假设你今天学英文只是为了要出国去玩一下，那你就只要学当下你最需要的英文就好。例如说飞机的点餐，例如怎么样跟这个导游沟通，或者是入出境跟海关的聊天，你只要学这些出国必备的英文，因为你用得上，你就有学习的动机，所以你只要学你当下最需要的东西就好。那如果我真的没有动机，我没有任何的需要，又怎么办？你就要创造一个动机。我们刚刚讲到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使用的一套这个管理类似 Outlook 的系统去管理我的工作，可是这个软体系统我特别写信去问他官方，他不为 Mac 苹果电脑做支持的更新，我觉得非常可惜。我必须要另外再去找一套这个系统去支持我的苹果电脑，也就是我以前用的那一套可能适用于我在职场上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工作嘛，我在自媒体上我就必须要再用一套 Mac 的操作系统的相关的软来整理管理我的自媒体的相关的事业，我就必须要去学一个东西。所以我参考了很多的笔记软体之后，我终于选定了一种以后，我就开始把我所有自媒体的东西往里面塞。我选的这个就是 Obsidian， 那我就是用这个软体管理我的可能灵感，或者是我要做什么主题，或者我要怎么样写稿等等这些事情。你如果要做一件事，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动机，如果没有动机，尝试去创造一个动机。那因为这个软体我会学的会能够有用，是因为我会需要一直不断整理我要做的自媒体的灵感，不断发新的影片，所以我就能够把它 keep 住。那么我最后一个建议，不管你学什么样的东西，你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熟悉你要学习的东西。像我开始认真在学习打篮球的时候，我是怎么学的呢？例如说我要学习投篮这个技巧，我直接要求自己要站在3分线的后一步，先从比较困难的一个起点去要求自己先学。那学的过程我会发现哦，原来我的姿势不正确怎么样，我再慢慢的去微调，慢慢去调整。所以我先从比较困难，从一个我希望达成的目标，直接从那个起点开始，先完成这件事，然后我再来精雕细琢所有的细节。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不管你是学习一个软体，你也需要熟悉它的界面，或者你学习一个技能，你也都是需要去熟悉它的每一个步骤，不断的努力，才能够慢慢看到一点进步的成果。所以像我们这种边做边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我们不行动。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有很多的阻碍，他永远都不行动，他没有时间照顾家庭，需要工作等等等各式各样的理由，都让他的拖延不断的持续进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需要找 Yellow 做进一步的学习，请你参考这一个表格。谢谢你收看，我们下期见。